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色的双倍活动要怎么刷，和元气矩阵要怎么搭配。体力优先用钻石买的，每天买满10次。钻石体力用完后，才用体力罐来刷。活动前一天就可以提前把体力买满，到了后期，甚至也有人提前2-3天就开始买满体力来等双倍活动了。一色一天可以回288体力，以双倍的回酬率。即使你提前2天买满体力来刷，也是不会亏的。不过这是后期才会做的事，如果你无法打到3矩阵的红色元气，那前一天买就够用了。然后也记得要留钻抽利拉姆，如果钻石不够，那就优先利拉姆。毕竟双倍活动经常有，利拉姆错过就不会回来了。双倍活动只刷红色元气，如果你无法打地狱，那就去刷密文调查。里面有机会掉落金钻和召唤券，在你能刷红色元气前，刷经验本都是最划算的，因为当中的经验书和生星用的流影都是新手很需要的资源。间中也可以去刷一点原点前哨，提前预备潜能激活的材料，这些东西都是长期需要，永远都不会溢出的资源。3个元气本中，优先刷冰霍和多奇，奥罗拉的矩阵比较偏后期，可以之后才刷。元气有矩阵和属性，有了想要的矩阵才去洗属性。今天我们先来聊矩阵，下一篇我们再来聊元气上的属性要怎么洗才最有效率。矩阵有套装技能，当中又可分为12件套、8件套和6件套。6件套的矩阵只有炼狱才会掉落，而且每人只能装备1件，只有半套。另一半是挂在智鞘上的，所以你要同时打通元气和智鞘的炼狱副本，才能凑齐一套完整的6件套矩阵。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，所以在你有能力组成毕业的12+8+6套装前，都是以12+12或12+8的套装为主。我们先来看攻击型的红色矩阵，前期不用理会什么人用什么矩阵，只要是攻击型的就可以用。哪个矩阵有好的属性，就先用哪个。等你3个元气副本全都能刷3矩阵后，再来安排对应的人物和矩阵也不迟。冰霍掉落的2个攻击型矩阵都是12件套。公式只提升攻击力属性，只要是用攻击属性来输出的都能用，没有任何使用门槛，是前期最常使用的12件套。洞悉穿刺提供的是暴击伤害，并且会使前3次伤害额外提升。这是一个需要暴击才能触发增伤的矩阵，有一定的使用门槛。洞悉穿刺主要的增伤是针对第1段攻击，后续的2段增伤会逐渐下降，所以也不强求一定要给能造成多段伤害的角色使用。当然由他们来使用，收益一定是最高的。假设前期你只能打通冰霍的3矩阵，那就先用这2套12+12的矩阵顶着。多奇会掉落的攻击矩阵是收割，收割提供的是攻击属性，若攻击时目标生命高于 50%， 就会无视一定的防御力。这也是个无门槛，必定能触发的矩阵，但缺点是目标血量低于半血后就没有作用了。是一波流专用的攻击矩阵，一般都是给能打全体的角色用来爆发压血用的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弥瑟亚了。搭配收割的他，在 PVP 经常能一个爆发就带走对面。当然，这不代表单体输出就无法使用收割，在 PVE 上用双输出，一个负责压血，另一个直接带走，也是常用的速刷方式。不过就像前面说的，前期不需要太过在意矩阵，若收割出了好属性就拿来用。收割加公式或洞悉穿刺，就是你前期最容易凑的12+8套装。暴击不稳定就用公式，反之则用洞悉穿刺。奥洛拉会掉落的2个攻击矩阵，8件套的狂怒提供的是攻击属性，会在暴击时额外提升 12% 伤害结果。伤害结果是最高级的增伤，这是在你的人物有足够的暴击和暴击伤害后，才能带来高收益的属性。前期爆伤不够，靠公式来撑攻击属性，然后再靠收割来无视防御，是比较有效率的。中期能稳定暴击后，就可以考虑转用洞悉穿刺加狂怒。
12件套的城市追击提供的是暴击率，攻击时目标没有一种减益或控制效果，伤害就会额外提升 6%， 最高可以提升 36%。这是伤害提升最高，但条件也最苛刻的增伤。需要有能提供减益的队友配合，才能发挥成果。如果主输出只有一段伤害，那就会需要5个减益 30% 的额外伤害，才能超过洞悉穿刺的手段 25% 额外伤害。不过城市追击真正的优势是在打多段，伤害增伤也不会递减。洞悉穿刺的2段增伤是25+15，一共 40%。但城市追击的增伤是无递减的30+30，一共 60% 的增伤。所以主输出攻击的段数越多，城市追击的增伤效益就会越高，尤其是那种每段伤害都一样的类型。代表人物就是荼蘼，荼蘼无论大招还是普攻，都是造成3段攻击系数一样的伤害。除了需要绑队员，城市追击还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若 PVE 首领是免疫减益的，那就无法使用了。而且在 PVP 上情况比较多变，你无法保证一定能拿到想要的队员，也无法保证是否能成功上减益，所以用城市追击来打 PVP 是比较不稳定的。城市追击的上限虽然高，但它却不是一个能应付所有环境的矩阵，所以你必须先有其他能替换的矩阵，最后才来刷这个矩阵。这就是为何会先推荐去刷前2个元气本的原因，因为奥洛拉的矩阵都是偏后期才成型的。输出用的炼狱6件套只有2个，首选是冰或炼狱掉落的爆裂利刃，提供的是暴击率和暴击伤害。有了6件套后，就可以组成12+8+6的毕业装了。有了爆裂利刃的暴击和爆伤支援后，狂怒的伤害结果提升收益才会更高。另一个是多奇炼狱掉落的极影强袭，提供的属性是速度和攻击力。只有不靠暴击来输出的，比如博尔涅会优先选择极影强袭，其他都是优先爆裂利刃。除非 PVP 如果有特殊需要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总之大方向上，城市追击加狂怒加爆裂利刃就是你的毕业套装了。如果城市追击不能用，那12件套就改用洞悉穿刺，如果无法暴击就改用攻势。然后在特定需要下，8件套的狂怒也可以改成收割。接着我们来看青色矩阵，2个都是冰或掉落的。涌泉提供的是生命值，一般只有加盾的会使用，因为护盾看的就是施加者的生命。治愈提供的也是生命，还能使治疗效果提升。这个只有能治疗的角色才会使用，其他人基本不会用到。冰或一个副本就包含了输出、加盾和治疗所需要的基本矩阵，这也是为何要推荐先刷前2个副本的原因。增益辅助用的炼狱6件套有2个，多奇炼狱掉的进化硬币，提供的是治疗效果和效果抵抗。一般治疗没有生存压力就带这个。另一个是奥洛拉炼狱掉的巨壁屏障，提供的是防御力和效果抵抗，非治疗或有生存压力的就带这套。接着是黄色的防御类矩阵，多奇有2个。金刚提供的是防御，这是肉队前期会用的矩阵，基本上只有靠防御来打伤害的，比如罗喉、鹤瞳和水月针等才会用金刚。荆棘提供的也是防御，受到攻击后有概率用普攻来反击对手。这是肉队主输出必带的反击矩阵，罗喉、鹤瞳、提亚马特都是荆棘的使用者。其他普攻有功能的角色，比如也是用防御来输出的月夜剑，也可以带荆棘。不过主要只是为了触发他的普攻，来给最高攻拉条，伤害只是其次。奥洛拉掉落的浴血之躯是金刚的上位版，提供的是效果抵抗，会使同一回合内累计受到超过最大生命 20% 的伤害降低 55%。这是最强的保命矩阵，用途非常广。只要看看上面会附带它的智鞘，一排都放不完，你就知道它有多么通用了。只有攻击型的智鞘不会有浴血之躯。在面对一些输出非常高的首领，又或者是类似弥瑟亚这种有高无视防御的输出时，
浴血之躯的减伤就比金刚的防御提升有用多了。不管是在高伤害副本还是 PVP， 只要你有生存需要，就可以带浴血之躯。浴血之躯还有效果抵抗，所以也更适合 PVP。不过浴血之躯虽然好用，但前期你也没那么快会需要它。在前2个副本的基础矩阵都还没养好的前提下，花大量体力去刷奥罗拉的后期矩阵是不划算的。好的装备也不是一次加倍活动就能刷出来的，所以先打好基础，之后才去刷奥罗拉才是正解。前期肉队就先用着刷多奇时会掉落的金刚和荆棘就可以了。后期肉队在打没有生存压力的 PVE 时，也可以将浴血之躯换成金刚来增加输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蓝色的速度型矩阵。疾驰是能提供最高速度的矩阵，速度想突破300就只能靠它。速度装是所有辅助角色，比如拉条、控制、增伤，甚至是回血都会带的矩阵。尤其是在打 PVP 时，速度更是重中之重，谁的移速先出手拉条或控制，几乎就可以直接决定胜负。除非你遇到的是肉队，输出不够打不穿，那才有可能会被翻盘。时光驾驭提供的是效果命中，这是所有需要施加减役或控制的角色都必带的矩阵。控制型角色的标配都是疾驰加时光驾驭，这些都可以在多期副本里一次搞定。奥罗拉能刷到的2个蓝色矩阵，奋进提供的是防御力，每次受到攻击都会增加自身 10% 行动条。疾驰加奋进是最快的速度装，不过一般速度都会和其他功能搭配，不会全用速度这么极端。比如控制会配时光驾驭，治疗会配治愈，加盾会配涌泉，甚至在需要生存的场合还会搭配浴血之躯来使用。只有特殊情况下，比如为了应付某个关卡或 PVP 的队伍，才会需要这种极限的速度矩阵。水生灵就是其中一个很适合使用奋进的角色，只要他没有生存问题，就可以这样配。荣卫提供的是生命，会在每波战斗开始时获得1回合免疫效果。这也是特殊矩阵，通常是在 PVP 用来对抗控制流用的。接着我们来看特殊型的紫色矩阵。战役在兵或副本就会掉，提供的是攻击属性，会在释放攻击类技能后有概率触发追击。战役触发追击的概率比荆棘的反击低，加上需要自己释放攻击技能才能触发，所以效率也比荆棘低。只有需要靠追击抢先添加效果的角色才会使用战役而不用荆棘。比如暗雅和方格斯会需要追击来多叠一层持续伤害，等敌方行动时就可以直接触发持续伤害了。若是等敌方攻击才靠荆棘反击去添加持续伤害，那就慢1回合了。厄命先释放大招降低攻击力，然后直接触发追击嘲讽，是最有效率保住队友的方式。像博尔涅这种需要攻击属性的，也会使用战役而不是荆棘来触发普攻。最后是施加减役或控制角色用的2个炼狱6件套，最好的是奥罗拉炼狱掉落的迅光天机，提供的是速度和效果命中。下位是冰窝炼狱掉落的灵子黑翼，提供的是生命和效果命中。一般来说，只要没有生存问题，都是速度大于生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满满的干货分享。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就帮忙多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能看到，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做攻略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